来，我自己 roll Q action 来啊！今天呢，我的这位嘉宾呢，感觉就有点像 police， 因为他的答案呢永远都是正确的，很难拿到非官方的答案，所以有一点压力山大。在他还没有来之前呢，我先来模仿他一段好了。他们都是经过专业的训练 ，They are all well trained。如果你不是很熟悉这个广告词的话，没关系，我再来一段。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应该知道了吧 ？OK， 还没有来。全听你说。刚刚那一小段已经结束了，我的嘉宾已经到场了，让我们对不起，我要起立一下，欢迎我的嘉宾，欢迎我们的影后碧人姐，请进场。你好，碧人姐，请进，哇，磁场。凤姐你好。别这样讲啦，别这样讲你凤姐啊。那是因为年纪到了，但是你差不多，你怎么样还是我们的前辈，真的，因为我必须要讲一下。碧人姐是第8届的那个演员训练班毕业，演员训练班。当时的同期的训练班有潘玲玲、朱乐玲、佘宝华，还有好多。可是因为我要念完我的高中，所以他们是年头签约，我是年底签约的，差一点点就差很多。年头宝宝跟年尾宝宝也就有差了，所以这个可能就之后也影响了你的这个演艺系的发展。但是我觉得我们要开始进入访题之前呢，因为你的磁场很大，我要轻松一点，因为我碰到很严肃的人，我就要开始瓦解他。我不是很严肃啊，其实我蛮好玩的。没有，你给人家感觉你自己老实讲，是不是给人家高冷妹？我是属于比较慢热型的。OK， 那我就先给你热看看，可不可以热起来？我们先暖身一下题。我先问一下你的记忆考题，好不好？我记忆很差的哎。不会，这个很简单，因为如果以你专业的水准跟你对这个演艺圈的热爱的话，你不会差到哪里去。你的戏剧作品当中，剧名有包括数字的有几部？我真的不知道哎。很多部。数字有吗？很多。你一部都想不起来？你一部都想不起来？我4年没拍戏了，所以有点难。幸福几人床？幸福双人床没有数字啊。OK， 好，还有几个愿望？3个愿望，因为我只想到是愿望，为啥 ？OK， 3个愿望。还有志在几方？4方。志在4方。还有你的得奖的什么风雨录？OK， 30风雨录。在第2道题 ，OK， 让你暖身一下。没事。我现在给你一个情境考题，因为我们知道你是一个超级好妈妈，也是一个专业的演员，尽量。但是如果给你一个情境题，请你做出一个适当的安排。比如说，你星期一早上8点要到公司准备化妆拍戏，老公出差，家婆在忙，妈妈也没有空，刚好都没有空。你是一位3个孩子的妈妈身份，请规划在8点之前的行程，你该怎么安排？我会在1个晚上前呢，一定做好妥善的安排，因为1天不够，1个早上不够，就打个电话。寻求援助。所谓的帮忙支援，你可以远去到哪里？我的好朋友可以来帮忙，可以，但是要我信得过的朋友。你不会拍谁吗？不会，不会，完全不会拍谁。朋友跟朋友之间，家人跟家人之间，就是要有这样的东西。你需要有援助的时候呢，不要害怕寻求援助，但是你自己本身也不要吝啬。开始有没有跟你讲，他非常的完美，政治正确？我不算是完美，但是没有人是完美。大家都知道你是一个乖乖女，要让你当时在那个年代要进演艺圈，而且还读书读到一半，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听说你经历过，对父母的一个挑战，然后进来之后的一个谈判的一个条件，你是怎么样说服你的父母？高中的时候，我答应妈妈，我绝对不会影响，我一定会念完我的高中，这是答应，我做到了。其实我妈妈的想法是，我3个孩子全部都要大学毕业，这是她的愿望。那我姐姐超爱读书的，她每年都名列前茅，学霸。她好喜欢读书，她什么文凭都有。她考完了学士学位之后呢，然后去考一个硕士学位，考完一个硕士学位不够呢，再去考多一个硕士学位，她有 double majors。然后弟弟呢，虽然读书没有我好，但是他还是怎么样都来一个荣誉学位。OK， 你家境不错哦。其实我小的时候呢，一直以来都还好的，所以其实我不用养家，所以我可以自私一点，选择我自己想走的路，就趁年轻去试试看。妈妈其实很不开心的，
他准许我，他支持我去上训练班，但是他不是太支持我，就是当一名全职的演员。他不管他想法说 OK 了，就给你签1年吧，可能都挨不到1年。可不可以知道一下当年的第一份合约演员训练班大概多少钱？我自己当年我比你晚出道2年，都870块、970块，忘了，就是不到1000块。我的那时候薪水，我那时候签约就是800块，对不对？Exactly 800块。你好了，你迟我一点还有几十块，加几十块钱。我只3年进来啊，多70块啊。可是对我来说那时候不算少，因为我是学生，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而且有爸爸接送，车又不用我付，家不用我养。所以你是一个亏钱的家里亏钱的艺人，亏钱的女儿。真不好意思。可是这毕竟是当初的一个叛逆跟当初的一个决定，如今我们看来，是对的决定。OK， 你人生是一个胜利者。可是再回顾你的人生，会不会觉得有一点点可惜，没有完成妈妈的心愿，没有去上大学？我觉得对不起她。那时候呢，过后比较有机会的时候呢，我的第一座奖项，我曾经告诉妈妈，那么姐姐她们呢都很厉害读书啊，她也什么文凭都有了哈，什么硕士学位都有，弟弟也是有荣誉学位。记得我拿我第一个最佳女主角的奖项的时候，我是告诉妈妈，妈妈这个就当做是我的学士学位，行不行？妈妈很开心，我说好的好的。等我拿了第2座的奖项的时候呢，最讨厌是我姐姐不知道怎么搞的，一直拿很多文凭，让我追得很累，知道吗？然后我就 OK， 这个我就当做是荣誉学位啊，荣誉学位了，好不好？荣誉学位，弟弟荣誉学位吗？都荣誉学位，可不可以？妈妈说好的，好的，好的。她还是很支持我，因为她真的知道我对这一行呢，演戏真的是有热忱。所以你3座奖项都当做是给妈妈的一个成绩单交代了。一个在还未成年、刚刚训练班毕业的一个小女孩、鄙人小妹妹，就这样误闯误打了，进入了演艺圈。听说你进入了演艺圈之后，你进入了一个非常 culture shock 的年代。是因为早期的时候很多都是香港导演，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 ，drama 是很多香港导演，他们讲广东话，而我的广东话是超烂的，因为我是福建人。所以我只会讲英语、讲华语，广东话听得懂，但是不流利，不会讲。然后他们交代事情的时候，有时候我就想导演我不太明白，你可不可以再讲一次？他很高兴，他们会讲话很大声，从这一端喊到另一端，很大声很大声，而且时常我说为什么他们讲话这个样子的？为什么这么大声？有一次我记得在拍戏的时候呢，我就把椅子搬到导演跟摄影师的旁边，我怕剧组去找我，但找不到，因为我拍夜戏 overnight 的 show， 所以我就坐在旁边。可是那时候很困了，我就闭目养神。那导演看到的时候就非常的不高兴，我说：“大伙都在忙在拍戏，你睡觉啊？”我就解释啊，我就尽量的解释说：“我是在闭目养神，希望说等一下要找我的时候比较容易，比较方便嘛。”他也不听你解释，然后他只给你一个名字，就是attitude。所以可能我年轻的时候给人家的印象是比较 no， 别讲，我觉得你这个真的是可能被误会了。被误会了。你闭目养神，而且你乖乖的挤在人家旁边，还给人家容易看到你。真的要睡觉就躲到没得讲的，没得解释的。要不然怎么样？全世界这边打工，你还要这边这样像僵尸这样。那我想请问你，一个演员没戏拍的时候，坐在眼睛要开眼睛还是闭眼睛？你闭眼睛，但是你去远一点闭眼睛，这样你不可以在他的面前，或者是他看到你的视线范围内呢，你闭眼睛，就是这样子。然后还有一次，我拍戏的时候跟一个很资深的男演员拍戏，那时候他已经是属于阿哥了，阿哥级的，新代的阿哥级的。然后爱玩，有一阵子很流行玩说，你看你的手掌，看我的手掌，看我的手掌，啪一下，我好痛哎，知道吗？然后就想要去打他，然后导演说做咩啊做咩啊做咩啊，我的广东话有限吗？我就讲佢黐線。黐線，導演突然間不分青紅皂白就，你仲黐線啊你同佢玩做咩啫？可是不是我跟他玩的，是他跟我玩，那結果就這樣莫名其妙的被罵了。然後男演員過來了，我說你不要跟我玩，你跟我玩的是你，可是被罵的是我，不玩了，走開。然後又被丟了啦。丢，因为骂阿哥嘛。你看，你一直是乖乖女，你一直毕恭毕敬。那种阿哥级的拍戏，那种不顽皮啊，不要说不专业，他就那种很顽皮。OK。阿哥不一样吗？阿哥是阿哥，你为什么是敢顶他嘞？他害我被骂吗？碰一下已经是很痛了，对不对？
然后又害我被骂，我不高兴又不给出声，我出声又被导演骂，这样不对吗？但你没有幽默感呐，你在挽回他。因为我平时拍戏的时候我很少玩的，所以姐，你是不是这样子幽默感不是很高的人？也会笑啦，不是不会啦，不是完全没有幽默感，还是有幽默感的，但是就是不会一下子狂笑爆笑，不会。那除了不笑以外，你的脸部控制表情还很严肃。对， OK， 那你的气爆点高还是低？就很容易就发脾气。你问一下我的 PA 有没有被我骂过？没有啊，我一向来不多话，可能我一瞄过去，大家都觉得我好像是不是做错事情了，可能就有点，可能有一点点。有一天就是我们会跟开飞啊，还有所有的人一起上巴士嘛。如果太吵的话，有时候就是转头望一下。眼神好锐利就够没有，我就转头望一下，然后我们就嘘，你就听到身边人嘘，好这样子，然后要不然就再不然就太吵了，让他们去处理一下。其实我觉得你看起来是蛮严肃的，你知道吗？我喜欢啊，你喜欢，你自己喜欢，对你选择这样子。我硬 get 到这样的，我没有，我也把它整到这个样。我觉得这样很好吗？有笑点，有笑点。但是有笑点，有笑点，有笑点。后来在进入戏剧组之后，被导演刁啊、指责啊，你才会慢慢学到，就是学校没教的事。学校就是说话是一门艺术，那时候不懂，就是不懂得去处理这些东西，所以完全都不懂，完全不懂。对，我记得有一次呢，我拍古装的时候，那古装不是要梳那个古装头吗？还有化古装的妆吗？装扮。然后有一次呢，不懂是什么情况，有人访问我还是什么，我说哦不可以，因为化妆要很久，时间很长，那又不是很多人懂得化这种古装，也不是每个人都懂得梳着古装头。糟了，这句话出去得罪化妆间了，得罪化妆间。对，后来是一位化妆师，因为他跟我大概是同一个时期进去的，我告诉我你刚才说错话了，你知道吗？我说错什么话？你怎么可以说化妆间有些人可以做这个头发，有些人不懂得做这个头发？不行哎，我们都得要懂做这个头发。我说哦，我知道，是我承认我做错了。但你没有说错，你只是讲实话啊。可是，在那个时候呢，是不可以这么说。即便是现在吧，我觉得说话还是要说话的技巧。后来是我长大了之后，慢慢在这个圈子久了之后，我是认同的，是应该有一些说话的技巧。不要你认同，要不然你觉得现在你会怎么说嘞？你可以说哦，这个发型呢，哦，这个古装发型，因为某某人常跟我说，他比较懂。他比较懂我的头型，可能我要找他帮我再梳回一个接戏的头型。那我跟你讲，那我就更贱一点了，我会跟他讲哦，因为我本身呢哈脸型有点问题，所以很难做，只有某个人才能做，你怪自己算了喽。并且你说你刚第一年签约，你是因为第8届演员训练班，你是年尾签进来的，然后你演戏当然没有人家快，前面都已经跑得很快了。对。后来你说你当主持就是你要讲的了，1年演员合约，第2年他们给你的不是演员合约啊。他们不要我，啊，所以大家就是好像 attitude， 他们觉得我不太适合拍戏，所以真的在签第2份合约的时候，那么他们给我的不是演员的合约，不是戏剧组，是到过组去综艺组当主持人，而且是当全职的主持人。等一下，我这边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有 attitude 的人才来综艺组？attitude 的人才去综艺组啦？是不是？等一下你这句话有毛病，有毛病就得罪我了。我没有接受那份合约，我说我不要签那份合约，我走了。有志气，真的，因为我知道，我从很年轻的时候，很小的时候就知道我的要跟不要，我的主要的兴趣是拍戏，因为我很享受整个制作的过程，整个刻画整个角色的那个过程。但如果主持人是很直接的嘛，你直接跟你的对手、跟你的观众，我觉得我不适合。而且如果你这样子是觉得很直接的告诉我不会演戏，或者是我不适合演戏，既然我不适合演戏，那你留我干嘛？我走吧，我走。我真的是我跟他讲我不要，我走。结果才不到1天的时间，他们说 OK， 我们给你这个另外一份演员的合约。哦，那个第2份演员合约我记得是2年。结果你签了2年，他只是口头上综艺跟戏剧，对，虽然还可以给你戏剧做冷板凳，结果后来我没有戏拍，我跑去做主持人。大家晚上好。晚上好啊！今天我们的星期4的这个开心5重奏要以呢全新的面貌出击，一点也没有错。同样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非常好玩、非常刺激的游戏，叫做妙人妙语大挑战。
我怎么一下子可以讲这么多话？Hello， 他们就是青春歌手王德远，还有我们的名主持人。你怎么这个模样？你怎么这个？太不像你了，全一凤。我觉得我好恶心哦，我觉得可是那个都是清纯，你知道吗？那时候你只是很厉害，你就是伶牙俐齿啊。其实还有一个节目，我跟你们状告讲，可是找不到资料嘞。就是那个退休人士的一个节目，虽然我忘记那个节目的那个名称，可是我记得就是跟退休人士相处的非常的好。就是因为这样子呢，那年我第一次入围了10大。这9年我从来没有，然后第一次入围，我很开心呢。然后我就跟安哥安弟讲说，安哥安弟，我入围了，第一次入围，他打我的电话哦，1900112什么什么什么的。他说好啊好啊，帮你打电话，因为退休人士大家不知道，他们很有钱的，对，退休金真的帮我打电话，我真的就这样子莫名其妙的，我入围了。还得奖了。你虽然开心，你懂得知足，你感恩，综艺组不尽然坏，你也不错，得到很高的曝光率。可是看到同期的、后期的都比你爬得更快了，你9年还在外面做 KFA， 然后才最后1年才往上登。在这行也是很多无奈的东西，没有办法。但是后来慢慢的是一个过程。我觉得转捩点吧，就是因为我到中国拍戏。1995年的时候，塞外奇侠之，白发魔女之塞外奇侠。1996年塞外奇侠。对，白发魔女，我3代白发魔女，我是第1代白发魔女。然后我就去了中国新疆拍戏，中间我的外婆去世了，外婆很疼爱我。12个孙子里头呢，外婆非常疼爱我。然后我就从小是跟外婆一起住的。然后当时呢，我出发到新疆拍戏的1个礼拜后，传来外婆去世的。她是意外还是肝癌？我在飞往新疆的时候呢，外婆是住院的，但是进出都已经算是习惯的了，所以没想到她会去世。所以一直我有通过电话的，就是阿嬷怎么样啦？家里人讲说哦，阿嬷还好，他们都是骗我的。那个早上还没有出发的时候呢，是晴天霹雳的，接到电话说阿嬷已经走了。我不能相信啊！我每天他们跟我讲阿嬷，跟我报告阿嬷的情况，有吃啊，有什么，突然间阿嬷走了，你能相信吗？你不能相信。那连个几天这样赶放下，我就放下所有东西。但是制作组也是很谅解了，就让我回来。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我不能接受的是，我去的时候是活生生的人，我回来外婆是躺在棺材里头，我没有办法接受。但是他们那时候选择不盖棺，他们知道不可以盖棺。往生第1天还是第2天你才回来？第3天才到达。所以我那时候到的时候，大家都肃静了，每个人哇，我真的那个心情，用什么来形容呢？撕心裂肺，没有办法接受。你站在外婆的灵前，在她最后的耳边，你跟她叙述了什么？我跟她讲对不起。我那时候的心情很混乱，对，我觉得自己很不孝。我因为选择要拍戏，因为希望有一个机会，可以让大家看到我的表现，我忽略了我的外婆，一个从小把我带大、看着我长大的一个人。我觉得我甚至觉得自己无耻。你重吗？我并不觉得。我觉得我自己无耻。为了一个角色，为了一个工作，放下一个这么疼爱我的人，造成我这一生永远的遗憾。这个遗憾是永远不能够弥补的。我就告诉我外婆说，我会用功，我会努力的，总有一天，我会让你知道我为什么会这么执着。而那时候再返回去中国拍戏的时候呢，我就很用心，但是回来又没有入围了。那好像之前的努力又没有被看到了。然后我姐借了一本书给我，说：“哎，反正没戏拍嘛，没事情做是吗？去看书，有什么失望的、什么不如意的，看啊。”但是我的第1本 self encouragement 的书，我看了看，哇，突然间很多想法，看的东西突然间很清晰了。我告诉我自己，我是不是要这样子过一辈子啊？我喜欢做的东西别人看不到，所以我下定决心敲老板的门。这次老板是谁？长隆中。高中啊，OK，我到了，我是故意不要预约的，
因为预约了，可能不见我了。我说老板，Mr. Chang，请你给我5分钟的时间，我说完我一定走。我把话说完了，我说我需要你的帮忙，我需要你给我一个机会来证明我自己。我觉得我可以胜任更大的任务，我只希望你能够相信，给我一个机会。如果你给了我机会，我做不到，心甘情愿，对吧？然后他也跟我闲聊了几句，多了解几，我现在在做些什么那个状况。哦，不久后，哎，慢慢的接到一些好像比较重的角色。我先声明一下哈，老板的门不要随便敲啊。对，过后这个节目过后，老板都把门锁起来了啊 ，No entry。不是，我觉得这件事情不一定是，也可能也是缘分所寄。演艺圈我必须来讲，不是敲门就有路。当然，我不觉得这个是敲了门之后，对，你才幸运起来的。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当中的整个过程呢，可能你已经得到一些小小的认同，天时地利人和，刚好有这么一个角色，觉得蛮适合的。对，因为哪一个角色？哪一个角色？大家都以为是《家人有约》，其实不是的。之前舞戏老公，然后那时候我的对手是韶光，我第一次合作就感觉到，哎，我们两个蛮有默契的，很快的又接了《家人有约》，哎，我的对手又是韶光都是破收视率的成绩。 ，lucky 了。1998年红星大奖最佳女主角，《家人有约》。恭喜黄碧媛，恭喜恭喜！今年是我踏入演艺圈的第10个年头，这个奖肯定是我这10年来得到最好、最珍贵的一份礼物。第一次入围最佳女主角，就让你拿到了第1个最佳女主角，一次入围1次就拿到。哇，你不知道那个心情有多么紧张吗？我不骗你，我超想拿那个奖，我就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被访问的时候呢，啊，没关系，哎，随缘吧。我没有随缘的，我真的很想拿那个奖哎，那时候。我跟你对啊是一样的，我我多想拿那个奖，很紧张啊，我觉得而且那时候那个我内局，我记得还有很强的对手啊，有惠玉啦，有文芳啦。所以之后你就奠定了你跟韶光之后的那个最佳 CP 组，两个人听说是非常有默契。一入场呢，我们完全不需要沟通那个角色 ，rehearsal 的话只是走机位而已。他是我觉得当中是我不需要多加沟通就能够到达某一个点的一个演员。所以你后来跟韶光拍了几部戏？后来拍了很多，还有拍了九层高，然后我们同时间去到台湾。拍了一部应该是叫《爱情物语》吧，它中间换了很多名字。那时候又建立起我们的感情，因为我那时候去拍戏的时候才发现我自己怀孕了。你是到台湾才发现的？对，因为没想到会怀孕。我的第一个验孕棒是他陪我去买的。我记得那时候台北是有一个收购嘛，对不对？验的时候消息也是他第一个知道的。那时候还没有正式开拍，做了造型。最后的决定是，因为第一胎嘛，我也没想到会怎么样，也没有做好太大的心理准备。结果我从第1个月拖到第4个月，蛮苦的。但是这当中都是他一直陪着我，他陪我拍摄的时候陪我，吃东西要陪我，好的东西都叫我吃，鱼肉全部挑出来给我吃，他自己啃鱼骨，都 sweet 爱。然后拍的时候遇到地震，可是那时候呢，他因为就是921大地震。对，可是你人在吗？我逃过了，因为我逃过了。为什么？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先让我拍，他知道我辛苦，他建议把我的部分全部杀青。时间就这么巧，我回去我是搭傍晚7点半的飞机，我回到新加坡是凌晨吗？但是地震是2点地震，然后那时候我不在家，那 BB call 我没带，因为我去了医院，因为刚好是我的弟弟的妻子生孕，那我去医院，那我就忘了带手机，忘了带 BB call， 然后全世界都在找我，然后他们同时间也要找韶光，因为找不到韶光，因为整个那些电线全部倒塌，然后最后我知道的时候，因为我回复电话，他们说你在新加坡啊，可是我说韶光在台湾呢，说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我不知道，他们跟我说地震，我哭得稀里哗啦的，我说惨了，我打电话给他没有接，那我找那里的工作人员都找不到，因为我住在碧瑶大饭店，然后碧瑶大饭店的对面倒塌了，你想你心情是什么样的？我以为是没机会了，幸好应该是
几天后我才联络到他。他跑去哪里？结果那时候是到底发生什么？其实不是，他就是也在酒店，就是联络不上，因为整个 networking 都倒。 921大地震的时候，我也在台湾。我那个时候也就是因为产前921，因为你看我女儿11月12号，921也就是差不多8、9个月的时候，是肚子会最辛苦的时候，会阵痛，也是凌晨11、12点，我正在煮泡面，就瓦斯断气，然后那个玻璃整个挤压，砰爆出来。听说也因为这样造成韶光后来的一个创伤忧郁症，好像有这样的事情啦。怎么说呢？这个我不清楚，因为这是他的那个比较私人的私人的一个 medical， 问题所以我也不太去问他。可是那时候你有一种感觉，就是你会觉得是可能是你的先离开，怕有任何意外牺牲掉的是韶光，对然后可能在那边他也有多少的忧郁症的潜伏，对，你觉得一？直都觉得很内疚，有一段时间觉得很内疚。但是你又不要跟人家坦诚不公的讲一讲，主要我觉得他没有主动去讲，那我觉得我应该尊重他，他不想提，你就尊重他。可不可以跟我们聊聊韶光他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因为你看他跟你这么熟，然后又这么照顾你，他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们也有担心的，他们也担心我生锈的。你从他们的眼睛就看得出他们的神态，他们等着看好戏的。如果有在机会想要成为全职吗？是老板找你谈的吗？正脸来吧，这你们要确保老板看得到吧，好不好？